在这些建立的立场下，我们与意识的内容不建立任何关系。但是他书中就是要我们去面对一切，无所逃避。那我们最后要选择与意识建立一个积极关系，是因为我们建立积极关系，我们就可以正面的面对他们。那所有的一切就是很明显的展现出来之后，我们就在这个时候是灵魂是没有防卫的，那我们的灵魂没有小我那种安逸的感觉，那他就会去面对到所有用没有防卫的心去面对所有的事情，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开始进化。然后最后一个是那个为什么说你是一个未完成的作品呢？那在那个184页这里有写，我是比较懂最后一段那个，然后它其实我不是整段都懂，所以我讲最后一个，它就是说，在你不懂之前，你都会认为你自己是这个个体是完全独立的存在，你并不是与他人一同存在。就像我在这里跟大家在座各位，就是你在还没开悟之前，你会觉得说。我和每个人都不一样，因为他会觉得说，我就是我为什么要跟别人一起？那你在一个灵性进化的过程之后，你有体悟了，你就会觉得说，其实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跟我有关。那我必须要有一个进化的想法，说我应该更努力去做跟别人不一样的事情。对，接下来就是教授。我们回头来看这个业力解放。173页的第一行将进化的过程从你自身未解决的负面业力中解放。如果我们人呢，就是被个人跟文化的业力紧紧的捆绑，那我们也不是说就把它扔掉，就是说，好，这些东西我都一肩挑起。但是这个事情呢，还不是我们最主要的事情，因为我们把它挑起来，为什么？要把它解决掉。等于说我们欠了人家债，我们先把它还掉，我们还要去做更大的事业。那欠人债也不能不还，所以这个负面的业力，我们先要承担。在这承担的过程中，你要晓得说，这负面的业力呢，就是一些制约、一些欲望、一些旧有的文化。但是你不能停在这里，你要选择173页的最后一段的前面2行，你有选择自由，你不但会停止创造负面的业力，也开始制造崭新、正面、充满灵性力量的动能。就是你要了解你的过去，然后接受你的过去，然后把它解决掉，往前走。接下来，进化的代理人，我们可以这样想啊，就是假使我们这是一个宇宙，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宇宙，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所谓平行宇宙，如果我们好像活在一个这个肥皂泡，然后旁边还有一个肥皂泡，我们活在这个肥皂泡里面呢，诸位都是这个肥皂泡的代言人。换句话说，另外一个肥皂泡里面的人啊，或者里面的生物，他在看我们这个肥皂泡的时候呢，他不会去看猪，他还是会看人，他很可能就会挑我们现在坐在这个里面的人。因为这些人是最进化的，所以每一个都是进化的代理人。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宇宙里面呢，别的宇宙看这个宇宙的时候，他也不见得整个在看，他要挑一个生物，然后就说，你看这个宇宙的程度现在是这个，所以诸位就
就是这个宇宙的代理人，这个宇宙进化现象的代理人。也有点像说比方原智毕业的学生，大家一看，他不必到原智大学来，这个是原智大学学士，也在这里念博士，也在这里念硕士，这就是活生生的原智的一个代理人。那我们活在这个宇宙中也是这样子，我们在这个宇宙中，我们从宇宙爆炸开始到现在，我们算是跑在前面。人家要看的时候呢，另外一个宇宙要看的时候，就是选我们来看。那这个是进化代理人的一个意义所以我们不要看别人就是自己。接着就是怎么样，我们为什么要跟意志内容建立积极的关系？记得上一首文就讲说，我们从负1到0之后，接着就是要从0到正1，那就是要建立一个积极的关系。183页，在建立积极的关系的时候就是本来我们是不想建立任何关系，这样子就可以回到本我，真实的我。但是我们还要再进化的话呢，我们就必须再出来面对一切，无所逃避，建立积极的关系。在这个时候，我们不是一个防卫的心态，而是积极参与的心态。我们看得更多，感受得更多，甚至于在情感上呢，也承受别人所不能承受、不能忍受的事情，我们都得，因为我们要往前冲就是必然碰到这个现象。接下来怎么说你是个未完成的作品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中心不停的在变，原来我们是一个很自我的，就是以家庭为主，以自己健康为主这样一个人，然后我们要调整到说，我们以社区为主，然后我们要以世界为主，然后以宇宙为主，所以我们会一直不停的变，所以我们绝对是一个未完成的作品。当我们变成一个固定的作品，表示我们就不变，那你是停在哪里？如果停在很幼稚的阶段，那就没有成长，别人一直成长。好，乙军，下面是15、16、17、18，我把题目讲一下宇宙中心主义的生命态度是什么？为什么说过程就是你？什么是生命的外壳？创造的热情怎样来概括个人的烦恼？好，谢谢。在座的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那首先呢，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宇宙中心主义的生命态度为何？那宇宙中心主义，我个人的理解就是以促进宇宙进化为大前提。那当我们建构了一切事物与经验都是宇宙过程的一个小片段，这种概念之后呢，我们观看事物的方式就会有所转变，视野就会变得比以前要更开拓、更辽阔，然后会把所有事情都看成是连续性的。那在尚未建立这种宇宙中心主义之前呢，我们对人事物通常都是以个人小我的观点出发，但一旦有了这种宇宙中心主义的认知之后，就会从过程的观点切入，不再是以个人小我为准绳。那我的理解就是，这就是宇宙中心的生命态度，会从更大的观点去看一切的事物。那为什么第二个，为什么说过程就是你？那当我们接受了宇宙中心主义，就是当我们完全拥抱宇宙中心主义这种观点之后呢，我们就变成了整个过程。你呢，就是那个你，不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体，而是一个过程中作为更大过程中的小部分的过程。那我那时候自己的理解方式是，就是想象你正在参加一场促进宇宙进化的游行，那一场游行就叫做促进宇宙进化。那从鸟瞰图这样子看下来呢，其实是不会看到你的，你只会看到整个游行的队伍。那这个时候你就等于那个游行队伍，这就是我自己的理解方式，这样子。那接下来是什么是生命的外壳？因为我第一次参加，我很紧张，所以说话很结巴，对不起。什么是生命的外壳？
就是生命的外壳是真实本我，通过相对不同的表象来看见生命、人生经验、世界以及宇宙。所谓相对不同的表象呢，就是例如种族、文化背景，还有情感，还有我们的心理倾向等等。那这些身心的特征呢，就像是一层外壳。那由于这层层的身份外壳呢，通常和我们的关系，就是我们的生活都极为密切，所以我们就会把这些身份外壳看得非常的重要，然后就会觉得它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东西，然后会紧握着它不放。那我个人在理解身份外壳的时候，我其实就是把它跟小我画上等号，就是身份外壳其实就是小我的另外一个称呼，那和真实本我是相对而言的。那当本我看待事物的能力逐渐增强之后呢，我们会体验到自己和这个身份外壳就会开始失去了认同感。对，那创造热情怎样能盖过个人烦恼呢？18题这个。那当我们受到进化驱策力的启发之后呢，有时候它的创造热情就可以完全盖过个人的烦恼。那是因为呢，当我们理解并且实践过程观点和真实的本我的认同越来越深之后呢，我们会自觉属于个人的事物就是开始出现了变化。这是由于我们开始从一个更大的脉络来切入所有的事物这样子。那当我们在一个无限大的脉络里面呢，我们会发现有一种更高受灵性启发的热情，那它确实开始影响并且蜕变我们。在这一个创造热情面前呢，当我们观看自己的个人经验的时候，会感受到个人的欲望、烦恼，还有那些苦乐啊，其实都显得微不足道。对真实本我还有进化过程而言，它其实是不具任何意义的。所以这个时候，其实那种创造的热情，因为在更大的脉络上面看，所以你就会盖过个人那些小小的烦恼。应该说，我那时候自己就想一想，就很想笑，就是当你在一个更大的脉络看自己的小苦小乐的时候，你其实没有那个时间去修康，因为你还要想更大的事情，这样子。对，那这就是我的，谢谢。你是哪一系？中语系。中语系啊，中语系得人，很好。我们就稍微再回来看一下这几题，就宇宙中心主义的生命态度。那这一章其实是一直在强调过程观点。换句话说，我们从世界中心开始跳到宇宙中心，这宇宙中心是无边无际，所以他的生命态度呢，就是这个187页的倒数第2行，该连续体始于大爆炸，就意思就是说，我们从大爆炸来思考起，万物戏剧性的从无中生有，这样的宇宙过程。然后这个过程其实有内在跟外在，外在的就是物质像银河啊、曼哈顿啊、身体，甚至于一个皮衣都是这个外在的词。内在的资源就是我们的经验意识、自我反照的觉知，对纯有的神秘感受。然后在187页的最后2行，它揭示出自我不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体，而是一个过程，作为更大过程中的一小部分的过程。然后这更大过程又是另一个更大过程的一部分，等等。那好像我们只是一个点，那实际上这个点是从这个过程来的。我们这个过程呢，非常长，非常大，也可以说我们都有参与，不然不会有我们这一个点。我们用点来看自己的话，是小我在看；如果你在这个真我看的话，你是从起始点到现在都一直都是你。所以16题就是过程就是你。我刚才就讲过了，所以你的人类，你的意义感就会在。如果说你只是一个点，整个过程你就认同那一个点是我而已，那你的意义感会非常的薄弱。那整个过程你都觉得你有参与，从开始爆炸的时候你就在那个点上，一直到现在都在。这样的意义就比较丰厚。
再来讲生命的外壳。生命的外壳在192页。当然，那个同学讲得很好，就是在这个题目里面，他提到生物的本性、种族、文化背景、个人历史、情感与心理倾向。你可以想想，你整天大概就在这个外壳上，你有跳出外壳。你注意你的情感，你注意你的历史，你注意你周围的文化，你就在外壳里面。你没有在你自己里面，没有在你本我里面，真我里面。创造热情怎么样盖过个人烦恼？这在195页最后边。讲起来，因为我们的中心不断的变，所以你的烦恼，如果你一直固守你原来的中心的话，你就是烦恼不断。你想要往前走一步，你又舍不得，又感到恐惧，所以你就走不出去就是从这个中心走到下一个中心走不出去。可是如果你能走得出去呢，你就会发现是越来越好玩玩得越来越大。所以你的创造的热情呢，就会掩盖掉个人的烦恼。就像你弄个公司，本来你一天到晚想的就是它能不能存在，能不能继续活下去。等到你玩了10个公司以后呢，你觉得10个不过瘾，玩20个，这就是一个创造。那如果你一直在紧守着那个一个小公司，然后一直在存亡中间，那时候呢，你就会觉得个人烦恼大概是这样。好，接下来一节有2题。为什么说灵性进化不是件个人的事？那另外就是进化脉络的目标为何？就是为了要处理这个问题所以我可能还会再回到刚刚怡君有提到的过程观点的这个部分。可是因为我们处理的问题不一样，所以我截取的可能会是跟怡君比较不一样的重点。然后作者在就是我们觉醒的2个要素的5大根本法则里面，他认为我们要先对意图有个明确的意图，然后有意志力，要有足够的力量，然后面对一切不去逃避。然后我们要经过这3个层次的锻炼呢，然后我们进而可以对所谓的过程观点，然后有所体悟。然后当我们有所体悟之后，我们才能萃取出真正的一个宇宙的良知。那所谓过程观点的内涵呢，其实它的意思大概简而言之就是说，因为世界上很多事情它本来就是一个互相关联的一个因果的关系。然后我们经过开悟的过程之后，我们才会了解说，其实我们人呢并没有办法完全的与这个世界做到一个脱离的状态。所以其实我们都是世界机器里的一个小齿轮，然后我们的滚动，然后我们一起去推动了这个世界。那它当然也因为世界需要我们，而我们因此而转动。所以其实作者希望说，我们应该要放下一个主观的一个自恋的一个自我中心。然后因为历史的过程是一再的循环，然后有点像是众生平等的感觉，就是说，其实在这个就像刚刚已经说到大游行看下去，大家都是一样的。然后没有谁才是真正的一个特别突出的一个分子，我们都是一个渺小的分子。所以作者希望我们可以放下就是个人秀、自我表现的这一种，就是一枝独秀的一个幻象，然后我们以一个更大的脉络，然后更加透彻、宏观甚至谦卑的来看待这个世界。那有了这样的一个逻辑来，就是回答第19题，就是说，正是因为人跟世界之间他们的关系是非常的紧密的，所以人们渴望内心自由的这个灵性的进化它为什么不是一个人自己自身的事情呢？那是因为我们深深受到世界进化这个驱动力的推动，所以我们这个灵性进化的动力，其实只是因为世界推动而产生的一个自我觉醒的一个现象。对，这就是因为进化不是个人事件，而是跟世界息息相关。然后第20题就是进化脉络的目标为何？那相较于比较传统的开悟的一个方式，进化式的觉醒的过程中呢，达到内心自由，它其实只是一个开悟的起点，这是作者前面有反复强调。然后他不希望说我们只是因为修行而自己获得自由，我们甚至希望说他人或整体也能因此而获得自由。所以当我们到达这个阶段的时候，就便是一个宇宙良知的一个觉醒。
那我想这可能大概就是一个圣人境界吧，就是度化世人的感觉。那可是，在进化的脉络中，到底进化的目标是什么呢？那我们打从原始时代开始，就是原始人对生存的一个基本需求，然后之后又过渡到历史的战乱中，人们对和平的渴望，然后在当下，目前当下我们所致力追求，其实就是一个永恒的发展。那因此，人们要有意图的去创造一个，就是不要重蹈历史教训的未来。因此，作者才会反复强调灵性开悟的重要性。灵性进化不是个人的事啊，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中心不断变化的时候呢，我们是在进化。这个现象呢，不只是我们个人的事情，我们就讲说神也在看我们。从某个角度来讲，比方说你有一个 advisor， 就是指导教授，然后你的论文做到有突破性的发展的时候，那不是你个人的事啊，那也是你指导教授的事。也是整个学术界的事，大家都在看你，所以你的进化呢，不是你个人的事而已。这里强调的就是说，其实进化是大家都希望的。如果有神的话，那个神是非常希望看到有一个人进化特别快，然后这个又影响好多人。好，这个是这个进化不是个人的事。进化的脉络是什么样的？这里在202页，我一直觉得这个东方的这个宗教很容易给人一个感觉，就是很平静，没有什么冒险，没有为了很久的发展在努力。它只是一个很平静啊，就是回到本体，回到这个真实的自我，没有再往前冲。西方的这个灵修啊，往前冲的特性很强。大家看一下，在202的中间，在进化脉络中，目标不是和平啊，不是 peace， 我们并没有说一定要 peace， 好像就是求个平安。我们真正的目标在很久的发展。进化是觉醒的启发，是来自于迫使我们创造未来的一份狂喜。我们透过直接有意识的、意图明确的参加生命的过程，来这个塑造未来。所以我一直觉得，除了这个 peace 之外，在这个我们灵修的过程中，还有一个 adventure， 冒险性，我觉得在东方比较少，在西方我觉得很重视。所以这一块就是积极参与这一块，这个也许也是我们东方应该要加把劲儿。好，再来是21题。怎样超越世界中心主义？少强。在于这个部分的话，主要是说透过拥抱宇宙中心主义来超越这个世界中心主义。但是在这之前，还是要讨论一下就是宇宙良知的部分。当然，宇宙良知它主要的重点就是在于我想要获得自由，但是不是为了我自己，却是为了整体宇宙这样子。当然，透过这些东西之后，其实我们关注的。其实不只是自我的部分，而是说整个大环境、大整体这样子。然后我们想要觉醒的是，其实是一种对于意识和一些前进方向的这个关系。所以超越宇宙中心主义，还是要靠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超越世界中心主义，还是要靠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宇宙中心主义这部分。好，谢谢。下面一题先把它解决。宇宙进化依赖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重要。我认为呢，它里面说的宇宙进化依赖你的意思是说就是希望能够超越小我的方式，然后能够达到进化的那种标准，就是
宇宙境外一样，你那个你，我想应该是每个人，而不是指单一个体。就是说，我们都会因为小我的关系，然后会烦恼，会觉得很烦，然后就不会是特别去注重什么，就会去注重这现实的东西，然后久而久之就会想说能不能就是取得就是更进一步的那种沉淀那种想法，然后就会有想要去开悟那种做法。所以这就是，因为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到下一个新的一个阶段，就是一个新的人生境界的话，就要把那个看开事物，然后不要因为那种就是外在的东西，然后而感到那个一天到晚钻牛角尖那样，然后就是那个不要太注重小我那种样子，然后就是这个就是宇宙境外一样。好，那21、22这边一起再提一下，207页。207页呢是超越世界中心，世界中心其实已经很不错了。我们现在比方说关怀地球，关怀这个气候，关怀这个温室效应等等，这就是世界中心的一些想法。那这一部分呢，我们还是要超越，我们也不能只为了地球想，也不能只为了人类想。那宇宙的发展，我们是宇宙人，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们不但是台湾人地球人，我们还是宇宙人。那我们的意识要不断的进化，本身会有一种狂喜的迫切感。当我们能够体会到宇宙中心的时候呢，我们就能体会这个进化过程，超越我们任何自我的狭小概念。这207页最后一段大家可以再仔细看一下。然后22题呢，在210页。211页大家看一下会更清楚。重点不再是我要哪个，大概我们现在都是这样，我要哪个，我要读博士，我要做到教授，我要开公司我要有好的身体。要倒过来变成那个要我，谁要你？神要你这个进化的大潮流要靠你要靠你。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宗教感受。后现代的小我，就后现代有一个毛病，大家都为自己想的太多小我永远想说自己要些什么。这样的一个状态要流转就是要认知另外一个真相，就是你所追求那个东西回头要你交出你的一切，那才是真正进入了这个进化的阶段，会有这个感受就像我们那个林董事长一样，他本来赚了这么多钱，他回家享受就安享一点，但是突然变成很辛苦的捐了这么多钱来让我们有这个读书会。他自己这本书也看过了，其实这本书呢是他介绍我看这个 Ken Wilber 的那个书是什么？万法简史的时候我看完了之后，我就找到这本书。我觉得这本书就像 A 加 B 他原来那本是 A， 这个是 B， 是可以加起来的。就我看完这个，我就把它推荐给他，他也很快看完，发现说这2本书可以合起来，然后做我们的这个学会的一个行动基础。也就是说，我们希望这些问题大家都考虑过，这是一个起码的平台。然后我们行动的时候，不是纯粹一个这个热情，然后我们的小我也许还在，我们的中心也许不大，那我们行动的这个力量就不会太长久，热情也不会太长久。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目标的话，我们可以一直下去，可以做到非常大。即便是我们今天这样一个读书会，我觉得非常难得其实是非常高灵性的
一个学习。在一般的这个读书会里面啊，很多就是谈怎么赚钱啊，怎么把身体搞好啊，那其实就是非常以小我为中心的一个做法。但是呢，并不是说那个不对，而是说有更对的东西，更可以往前灵性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读书会。我觉得读书会非常重要谢谢大家参加。那么今天有贵宾这个朱教授要不要讲几句话？王教授，各位在座各位先进各位同学，我是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到今年刚好30年。在这30年里面，思考的就是中国近代史的本质。牵涉的面当然政治、社会、经济、文化都有。最深刻的、最难的当然就是文化。文化跟社会相连结的一个部分就是宗教。这个部分在过去100多年里面对中国的影响蛮大。对大陆而言呢，基督教影响非常大。对台湾而言呢，在过去大概60-70年里面，佛教更大，基督教也目前影响也很大。佛教基本上就是从印度，然后进入中国。当然各位都晓得，基督教是从西方来的。那这其实是两大教，为什么？因为回教跟基督教同样出自耶路撒冷，所以他们的本质原来很接近。不过后来因为各在一个不同的社会发展。